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Ian。那现在呢，我的位置是在新北大桥上。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条，在大汉溪这边就大汉溪的右岸的这一片湿地里面的 off-road。然后这个路线呢是绿线，然后呢可以说是墨绿线。最近在选举啊，但这无关政治。讲绿线是因为登山车的路线分级里面，绿线就是最简单的。那这一条这边这个区域的路线就是简单到不行。那我现在就在新北大桥上，准备要下去了。然后它起点就从这边开始，那我们就出发喽。我们刚才已经下了新北大桥，现在就到了大汉溪的河滨专用道。然后前面这一片区域一直延伸过去，直到成林桥。途中会经过现在新北大桥嘛，然后再来是大汉桥、新海桥，然后新月桥，再来是65快速道路，然后是福州桥，最后到成林桥。这整个区域大概有10公里的长度，这些湿地里面都有 off-road。这个是直线距离哦。如果在里面再绕来绕去，你来回骑个20几公里不是问题啊。好，然后你只要看到旁边有这种岔路可以插进去的。这个就是，那这边是第一个，是华江人工湿地。然后你看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些路，这些全部都是 off-road， 就可以进去晃一晃。你看这路都超大条的啊，然后路面都非常，这个算非常平整，有铺碎石，这种就是真的 gravel 砾石路。然后我们刚才河滨专用道在那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偏向河道，河道旁边是平行的。然后通常靠近河道这边的路线呢，比较少人进来，所以你看上面的草就比较绿，比较没有被碾压的痕迹。那这边有可能会遇到野狗，我刚才就遇到好几只。但是遇到野狗的原则呢，就是不要怕它，因为野狗其实流浪狗都很胆小。你就是不要怕它，这边就可以看到河了。好，继续走，继续讲野狗。野狗就是你不用怕它，你就是眼睛要盯住它，就是你气势要比它凶，它会一直吠，但是你再接近它呢，它就会闪了。所以野狗其实你不用怕，然后你经过可以发出一些声响啊，它们就更怕。我刚刚就从那边出来，结束第一段华江人工湿地，然后这边出来就是前面就有华江横移门，然后中途都会遇到这种城市的排水系统出来的排水口，那人工湿地的路线就会被截断，那就是你要出来骑一下，再回到这个 off-road 里面。好，这边有右转的路，不过这看起来有铺的。没关系，进去看一下。右边马上又岔出去了，又开始了。路况都是很好的。然后这个岔路啊，你就进去探险没有关系，我不会走全部，把这个没有走到的留给大家来探险，因为这边很安全，然后地形都是超简单，然后你怎么乱绕都会绕出来，因为就在河滨旁边，非常安全，所以就。没有拍到的路就给大家自己去冒险了。对面就是新庄的宜家啦。哇，这边的景色又跟刚才不太一样，刚才没有树，这边树就比较多，哇，好漂亮。这边的石头比较少，只剩土了地面，所以如果下雨天来会滑，要小心。然后现在前面这个应该是大汉桥了，我们已经从刚才新北大桥那边骑过来大汉桥了。然后一经过大汉桥，马上又再接进去。这边这个路线呢超级简单，全程都这么简单。你看，我可以一只手拿 GoPro， 一只手骑，然后甚至这边简单到其实你任何脚踏车进来都骑得动，然后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只是骑快骑慢而已。然后我觉得这边还蛮适合 gravel 的啦，所以大家如果你有 gravel 的车，台北不知道去哪里骑，我觉得可以来骑这边的。然后有时候又有树荫，又不用爬坡，又凉又舒服，然后离市区又近，你真的是
补给都不用带。哇，这边好多人在钓鱼啊！这边有的时候中间就会有这种一块延伸出去的。你真的没有带补给，你什么都没带，你口渴了，你就找个那个通道出口，你就出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喝一下，你再进来骑就可以。你想要让你的小朋友或者是你的伴侣试试看骑 off-road 的感觉，这边呢就是骑河滨的时候呢，就把它拐进来体验一下都可以，因为这真的是太简单了。这一段又要结束了，上面就是新海桥，接进来一小段，这边会进入新海2期，刚才是1期，现在是2期，然后这边的分布就是这样，就是路线穿来穿去，可能是田字形啊、八字形啊，这个全部都是像刚才看到的铺石头的泥土路，非常平坦。所以呢，我骑的大概都只是最外面这边啊，那这些中间的呢，就留给大家自己探险啦。新海2期继续看，眼前就是连接新庄跟板桥的新月桥，周末上面都是爆炸的，人都超多。这边又开始了，哇，好多人在钓鱼。然后因为这个区域它从新北大桥一直延伸到城林桥，那就是对于在这附近的居民，譬如说三重啊、新庄、板桥、土城、树林这边的居民，如果你有想要尝试 off-road 的，你很容易就是找到一个水门出入口，或者是走刚才如果在对岸的新庄、树林的朋友，你过个桥就可以过来这边。大家看到连 U-Bike 都进来，其实完全是可以的，完全是可以骑的，因为这个路实在是太平了。很明显感觉到过了新月桥之后的人，行人出来走这边的人就比较多。从新北大桥到新月桥之前比较少。然后这个中间的湿地，这里地景变化就比较多。好，又遇到这个排水沟的排水道了，又要再岔回去河滨专用道，岔进来小心啊，不要跟人家发生碰撞。那眼前这个就是65快速道路，这一段感觉车道就已经很靠近河边了，所以好像旁边就没有其他的路。好，我们过了65快速道路之后，就会进入这边福州人工湿地。哎呦，但是这边没得狗，这边的路已经完全不见了。有的段落就会像这样，这种就不要骑了。所以它整个都被草盖起来，那没有关系，旁边那边还有一条，我们就走外面那边。那这一段基本上就是紧跟着在河滨专用道旁边，你看左边就是柏油路，右边就是 off-road。哇，还有这种景色，你能想象吗？这个是在市区里面，旁边就是大都会。这边就是市区里面的路，竟然有这种路。看到任何能往河滨岔的岔路，就是给它岔进来。那我们刚才看长很多草的，应该就是通到这一条，这一条已经不见了。但这边还有通。不确定路就看 Google Map 空照图啊，因为这边就是整个平的，空照完全都拍到，跟着 Google Map 就对了。这边啦，去山上就不要，去山上千万不要只用 Google Map。我感觉过了65快速道路之后，这边的人就明显就变少了。那如果是在下午啊比较晚的时候，黄昏就比较暗，天色比较暗的时候，如果是女生自己一个进来就要注意。这边又遇到一个岔路，
依然选择靠近河边的走，但是这边的段落，你看，因为比较少人进来使用，所以感觉又更原始啊。但路面依旧是很简单，但这边植物就长得比较进来。越往南，越往陈林桥的方向，它的植物遮蔽就越来越多，因为河滨，即使是旁边的河滨，越往南其实用的人就越来越少。那如果胆子比较大的人，可以装灯哈，晚上来骑也是不错啦。因为这个路况完全不会给你造成困扰，会给你造成困扰就是你的想象而已。OK， 这边就看到入口了，福州人工湿地，再插进去。哇，有够豪华，在上面乱撇乱冲都可以。感觉这边可以堆一些东西哦，但加速都要靠你自己踩啦，是有点累。哇，这一段还蛮漂亮的。我现在回到单车道上面，然后那边因为有工程，所以他把这一段都封掉了。这一段其实里面很大一片，但都不能骑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接近福州桥，就在前面。然后这边又是另外一个高使用频率的地区。非常恐怖的人多，来这边骑车一定要非常小心，因为超级多小孩。每次看到这种中老年长者在河边摆的喇叭或乐器，就开始大声的歌唱。虽然这是很好的一个休闲活动啦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如果是一个年轻人，或是5个年轻人，他们拿着他们的乐器，然后在这边，就是以一个乐团的方式在这边表演，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？我真是非常好奇。既然是公共场地，他们可以这样用，那年轻人来用呢，会怎么样呢？然后不一样的形态来使用会怎么样呢？大家意见怎么样？也欢迎分享在留言区。我刚才看了地图，就是从福州桥到陈林桥这个中间这个区域，因为划分了很多大型的其他运动用的用地，所以这一片就没有湿地，就没有 off-road 可以骑。有点在放鹦鹉哎。好多颜色的鹦鹉，你看，你要抓不住吗？你知道吗？也很适合去唱。请问一下，你叫他们名字，他们真的会知道？哦，是啊，聪明的。这颜色看起来真的很不像自然的动物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大概从开始骑到现在，轻松骑，而且大部分都是 off-road 的部分，骑了52分钟，然后已经骑了10公里了，所以路程非常轻松。然后看到大家在河滨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，非常有趣。那我们现在就要离开福州桥这边，往最后一段，就前面的陈林桥。陈林桥那边就是最后那一段。这一大片空地之后，会来到打鸟皮人工湿地，又开始又有路可以骑了。打鸟皮。有岔路，进去看看。
这边又岔过来，很靠近大汉溪了。哎呦，但这边很少人走哦，草这么长。遇到草这么长的，就是要注意，不要骑太快，因为你不知道草下面的地形是怎样，它可能是洞，你也看不到，就是慢慢通过就对了。哇，现在大概4点多，现在的光就蛮梦幻的，什么东西拍起来都很漂亮。刚才牌子看到一个牌子写禁止网鱼，所以是可以钓鱼咯，不能用网的，可以用钓的。这边人就很少了。这边有路吗？这是去哪里呢？桥下，这应该上面是陈林桥吧？看一下地图，哇，这里有非常精美的涂鸦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我刚才看过地图，这边是陈林桥下面这个场景。有点 surreal， 那是这边这个方向没有错，继续走。这边就是整个大汉溪右岸的河滨湿地 off-road 的最后一段。这里蛮多外劳朋友来这边钓鱼。然后最后这一段过陈林桥之后，因为旁边就是土城工业区，所以这边就会看到蛮多移工朋友的，他们休闲就在这边钓鱼。刚才那一片绕一绕，又绕出来，跑到铺装路面上，是不是就没了呢？对耶。看一下陈林人工湿地，看一下地图。OK， 现在把今天所有大汉溪右岸的人工湿地 off-road 都已经帮大家探完，就是适合呢你想要让你的朋友、你的小孩、你的伴侣体验一下什么是 off-road 的，就把它拐到河滨，然后进来骑一小段，好让他体验一下这个路线呢。大家就看 Google Map 的空照图，你就可以知道要怎么样钻来钻去了。那希望今天还没有拍到的地方，然后甚至对面那边其实也有一块人工湿地，在河的对岸，在那边应该算树林吧，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探险、去冒险了。那今天这个绿到不能再绿的人工湿地 off-road 体验路线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